给你新资讯，给你新视角，欢迎回到游戏新世界。前一阵子聊互奇摩电竞粉丝有这么一个投票，过去12届 TGA 最佳游戏，如果大乱斗你会投票给谁？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巫师3还有33号远征队，但是如果真的要我从里面只能选一款，从各方面全面的比较，不管是售价 CP 值、游戏设计、剧情设计，或是发售后社群的互动与不断的免费更新服务，我个人这一票肯定是投给博德之门3，没有其他。各位在这些游戏里面，你会选择哪一款呢？请留言告诉我你的选择。2年前，一家比利时的工作室 Larian Studios 丢下了一颗震撼弹。博德之门3不仅拿下了包含2023年 TGA 年度最佳游戏在内的无数大奖，卖出了将近2000万份。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 RPG 的天花板。当时，整个3A 游戏业界都慌了，许多开发者跳出来说，别把这款游戏当作标准，这是不正常的，这是一个异常值。大家都在猜 Larian 的下一步是什么？最安全的牌当然是做博德之门4，这几乎是保证印钞票的选择。但 Larian 说了不，他们把龙与地下城的版权留给了威士忌，决定回归自己的亲儿子神域 Divinity 系列。就在前几天的 TGA 上，他们终于揭露了这款号称规模最大、野心最大的新作。但令人意外的是，迎接他们的不再是一面倒的赞美，而是一场关于尺度、恶心与艺术边界的激烈论战。有人说这是 Larian 的艺术坚持，但也有知名媒体和玩家批评这根本是为了恶心而恶心。今天，我们就随着国外游戏 YouTuber Legacy Killer HD 的相关议题解析影片，来聊聊 Larian 这波操作究竟是再次封神的前奏，还是一次危险的玩火？让我们把时间拉回 TGA 颁奖典礼，当 Larian 的 logo 出现时，全场欢呼，但随后的几分钟，气氛变得有点微妙。这支预告片没有展示原本大家熟悉的明亮奇幻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极度压抑、黑暗，甚至可以说怪诞的影像。我们看到了有人被烧成人体火把，还有人在大庭广众下呼朋引伴做着爱做的事，以及各种彷佛出自恐怖电影的肢体破坏。因为尺度的关系，我们只能放一点点普遍级的片段。我把这个限制级的完整预告片连结放在说明栏，有兴趣的朋友请再自行前往观看。这种风格立刻引发了争议。知名游戏媒体 PC Gamer 的记者 Robin Valentine 就直接开炮。他虽然是 Larian 的粉丝，但对这次的预告片评价相当毒舌。他形容这支预告片是人体恐怖与火人节的一场恶心大杂烩。他认为神域原本的世界观设定就已经够混乱了，缺乏像龙与地下城那样严谨的基调，现在又加入这种重口味元素，感觉就像是一个为了黑暗而黑暗的青春期幻想。不只是媒体，部分玩家也表示无法接受。有人留言说，我喜欢博德之门3，但我不想看着猪在这有突兀，或者人被吸干。这派观点认为 Larian 似乎误解了成熟的定义，把血腥当成了深度。这听起来很严重，对吧？难道 Larian 真的在博德之门3的成功后得意忘形了，开始做一些大众无法接受的东西？但事情真的这么单纯吗？针对这些质疑， Larian 的发行总监 Michael Dawes 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回应。他说，在规划这款游戏时，我们反复提到一个词，知识上的尊重。什么意思呢？在现在的游戏产业，尤其是3A 大作，当你的受众扩大到几千万人时，通常会发生什么事？你会开始自我审查，开始进化 sanitize 你的内容，确保不会冒犯到任何人，确保游戏能卖给最多的人。但 Larian 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他们认为玩家是成熟的个体，能够理解三维世界的复杂性，能够区分虚拟与现实，也能够承受冲击性的视觉语言。Michael Dawes 直言，我们不想把玩家当成12岁小孩来对待。这其实延续了他们在博德之门3的风格。大家还记得博德之门3你可以跟熊谈恋爱吗？还记得那些残酷的道德选择吗？ Larian 的哲学一直是提供绝对的自由与后果，而不是帮你过滤世界。Consequences. Yeah. Consequences. 这时候，另一位业界大佬也站出来声援了。来自 Obsidian 黑曜石娱乐制作过一层余生新维加斯的总监 Josh Sawyer 发文表示，人们对游戏内容的双重标准简直太荒谬了。他举例，大家看电影《异教徒》Wicker Man 或《撕裂地平线 Event Horizon》的时候，会赞叹那些血腥画面是经典，是恐怖美学。但同样的东西放到游戏里，大家就开始大喊太恶心，太过分。为什么游戏同样作为一种载体，在表现尺度上却要比电影低人一等？这引出了一个更有趣的文化观察，也是 Legacy Killer HD 在影片中特别提到的一点。
我们这个世代的观众，是不是变成了新时代的清教徒？如果你回看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游戏，那时候的暴力美学是被推崇的。但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人们似乎更容易对内容感到被冒犯。有些开发者认为，现在有一种趋势，年轻一代的观众对于让他们感到不适的内容，容忍度反而比以前更低。有一个很棒的反证 ，Respawn Entertainment 的开发者指出，当年《博德之门3》的第一支预告片，却是一个夺心魔把幼虫硬生生塞进人的眼球里，然后那个人痛苦变异的过程，那也很恶心，那是标准的身体恐惧。但当时并没有引发像现在这么大的反弹。为什么？是因为这次神域的预告片更露骨，还是因为莱维人现在红了，树大招风？又或者是因为我们真的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那些被大公司消毒过的安全内容，反而忘了独立精神本来就该带点刺？无论你喜不喜欢那支预告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莱维人这次是玩真的。Swan Mink 说，这款神域新作汇聚了他们工作室30年来的全部经验。有些人担心，离开了荣誉地下城那套完善的规则，神域原本那种有点胡闹、战斗数值容易崩坏的缺点会不会暴露出来？这确实是个隐忧。PC Gamer 批评神域的世界观像个大杂烩，这点并非完全没道理。但这正是莱维人迷人的地方，他们不是那种会看着市场调研报告做游戏的公司，从差点破产到登上神坛，他们靠的从来都是那种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疯狂劲。但是玩家就是喜欢他们这种直来直往，且处处为玩家牺牲奉献的风格。这也就是为什么 TGA 的最佳社群经营奖项每年会颁发给在游戏开发和玩家互动方面表现最杰出的游戏。今年依旧是由《博德之门3》获奖的原因。这款新作或许不会像《博德之门3》那样适合所有人，它可能会更黑暗、更极端、更挑衅。但对于那些厌倦的罐头开放世界、厌倦了被当作小孩呵护的玩家来说，这或许正是我们需要的。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你看完那支预告片了吗？你觉得这是莱维恩展现艺术自由的顶点，还是这一次他们真的玩过火了？你会因为预告片太血腥而劝退，还是因此更期待它的剧情深度？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讨论。如果希望看到更多游戏相关的情报或产业解析，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游戏新世界，还有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都是我们做影片的动力。我们下部影片见。